在这么多豪华品牌当中 ，Rolls-Royce 做电动车是最没有问题的。为什么我说最没有问题？因为打从 Rolls-Royce 一诞生以来，它主打的就是安静。你可以看到为什么 Phantom 幻影、Wraith 魅影，然后这个 Spectre 叫闪灵。所以过去 Rolls-Royce 的车型都是以鬼魂的名字来命名。那鬼魂最主要是讲它就好像 Whisper 这样子，在空气当中划破一道宁静，这样咻一声。所以它一直强调的就是 Walkability。所以在其他的豪华品牌里面呢，采用这种大 CC 引擎的目的是要追求动力，纯粹的追求动力，追求0到100的加速能力等等。可是 Rolls-Royce 打从一开始，它就要让司机让乘客感受到那一种 start 了 engine 好像没有 start engine 这样子。感谢 Rolls-Royce Motor Cars Kuala Lumpur 的邀请，让我能够来试驾这个全新的 Rolls-Royce Spectre， Rolls-Royce 史上第一台 Electric Coupe 纯电动车。那么回想起我第一次试驾 Rolls-Royce 的时候，是在2018年底，那时候我驾的也是一个双门版的 Rolls-Royce， 那是一个 Black Badge Wraith， 采用的是 6.6 litre V12 的 Twin Turbo 引擎。那现在的这个 Spectre 已经抽掉了 V12 引擎。它也不像其他品牌这样子，从 V12 downsizing 到 V8， 再到 V6 PHEV 或者4气缸 PHEV Plug-in Hybrid。Rolls-Royce 是直接从 V12 Twin Turbo 变成 BEV， 它没有一个过渡期因为在过去 Rolls-Royce 标榜的就是 The best car in the world， 世界上最好的车。但重点是，当世界上最好的车变成是一台电动车的时候，是不是也意味着它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纯电动车？我们就透过今天这集的试驾影片来感受一下。从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Let's go。Spectre 经过了830个小时的建模和风洞测试，让它的风阻系数低至 0.25 CD， 成为 Rolls-Royce 史上空气力学表现最佳的车型。重新设计的 Spirit of Ecstasy 欢庆女神雕像，还有 Rolls-Royce 史上最宽的一个格栅，帕特农神殿式的进气格栅叶片更加细腻平滑，能够引导车身前部气流，再搭配分体式的大灯，让车头看起来更加的丰富。垂直式的尾灯置于 Rolls-Royce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体式后车身面板，从 A 柱延伸到后车厢。那2013年的 Rolls-Royce Wraith 是基于 BMW 的 L6 platform， 就是当时候 F 代号的5 Series、6 Series 和7 Series。可是从 Rolls-Royce Cullinan 跟 Rolls-Royce New Ghost 开始呢，他们就用了 Rolls-Royce 自家的 Architecture of Luxury， 就是一个铝合金的 Space Frame 平台。然后这个车子的轴距你看到虽然是一个双门的车型可是轴距长达3210个 mm，BMW i7 是3215个 mm， 所以它双门，但是它的轴距跟 BMW i7 几乎是一样的。然后它还有这个我之前在Go 介绍过的电动式的门，可以轻轻 touch 一下，它就会自动的去吸附。然后这个车门长达 1.5 米，是 Rolls-Royce 量产车历史上最长的一块车门。再来 Spectre 提供了 Rolls-Royce 量产车型首次配备的 Starlight Door 星光门，这台 Spectre 就采用了 Canadell 的木质镶板，命名源于法国南部的海湾那边，曾经是 Sir Henry Royce 和设计团队冬季工作的地方。里面同样有 Rolls-Royce Umbrella， 非常经典的一个 Rolls-Royce 标志。那再来呢，它采用了这个一体式的车身，从这边 Air Pillar 一直到后面，可以讲是整个汽车界里面很少数看到整片 single piece 的。所以 single piece 的好处就是呢，它不会有太多的焊接点，你越多的焊接点就代表车身的整体的 stiffness 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已经在 New Go 上面看到的 Planar Suspension System 现在更加的强。这个 Spectre 在转弯的时候，车辆会对18个传感器进行监控，调整转向、刹车、动力传递和悬挂参数，让车辆能够保持稳定。还搭配了 Rolls-Royce 史上最大的23寸轮圈和高性能的静音轮胎。然后它采用的是102 kWh 的锂离子电池，电池重达700个公斤，他们也加强了30% 的 stiffness。虽然是一个感觉上它比 Phantom 小它肯定也比这个 Rolls-Royce Go 小，但是它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
非常大量的 electric coupe。另外 Spectre 的行李箱空间有380公升，然后地板底下还有非常深的储物空间。注意看电动尾门的按钮用的正是 Spectre 的图案，非常的讲究细节。因为 Rolls-Royce 的车门非常的长，所以你伸手是完全抓不到 door handle 的，所以你只要踩着你的 brake pedal， 车门就会自己关。很厚实、很扎实的声音。那每当我们想到电动车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就是 coast to coast、wall to wall 的 hyper screen， 超大片的荧幕，中间一块大片的 iPad 主宰整台车子的整个娱乐作业系统。但如果你看过 Rolls-Royce Ghost 或者是 Rolls-Royce Cullinan 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这个 Spectre 并没有因为它是一台纯电动车，就采用一个非常 digital、非常数码化、非常数字化的仪表板座舱，它还是相当大程度的保留了所有你要用到的按钮，包括这个 hazard light 的 button、快捷键、冷气的风量大小等等，发热椅、通风椅全部都是独立的按键。然后它的这个冷气出风口全部是货真价实的材料，包括中控台上面的这个木质饰板，还有整个椅子的缝线、抬头的星空顶，全部东西都是应有尽有。Of course， 还有它的 bespoke audio system。那窗口的话，其实我最早发现到这个 acoustic glass 的威力，就是在 Rolls-Royce 车型，因为它的这个车窗玻璃啊，非常的厚，夹层玻璃，可以大大的去降低掉这个噪音。Illuminator 发下历时超过1万个工时的研发，里面有超过5500颗星星围绕着 Spectre 的字标，介于600到2900个手工装配的 Fiber Optic Stars。这个首次出现在2007年的星空顶，已经成为 Rolls-Royce 的经典配备之一。这边还有 Rolls-Royce 史上首次使用的全电子仪表板，再搭配 Bespoke Clock 的时钟，提供3个样式的选择。所以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从 Rolls-Royce 身上，大家在借鉴为什么 Rolls-Royce 这么安静，然后才慢慢演变出现代的所谓的豪华车等等。所以 Rolls-Royce 可以说是一个整个 luxury chauffeur 的一个开山鼻祖了。那值得一提的是Rolls-Royce 为 Spectre 进行了超过250万公里的道路测试，而且 55% 的测试都是在实际道路上进行，包括极端驾驶环境，在北极圈低至零下40度的瑞典 Arjeplog 和最高可以达到55摄氏度的非洲南部。在这么多豪华品牌当中， Rolls-Royce 做电动车是最没有问题的。为什么我说最没有问题？因为打从 Rolls-Royce 一诞生以来，它主打的就是安静。你可以看到为什么 Phantom 幻影、Wraith 魅影，然后这个 Spectre 叫闪灵。所以过去 Rolls-Royce 的车型都是以鬼魂的名字来命名。那鬼魂最主要是讲它就好像 Whisper 这样子，在空气当中划破一道宁静，这样咻一声。所以它一直强调的就是 Walkability。所以在其他的豪华品牌里面呢，采用这种大 CC 引擎的目的是要追求动力，纯粹的追求动力，追求0到100的加速能力等等。可是 Rolls-Royce 打从一开始，它就要让司机让乘客感受到那一种 start 了 engine 好像没有 start engine 这样子。所以它既要给你 V12， 它又要做一个非常厚的防火墙去隔绝掉引擎室跟驾驶舱的这个感觉，就会让到你既有那一种很强劲的扭力，很强劲的动力，同时你不会感觉到厌烦，你不会感觉到嘈杂，你不会感觉到心烦意乱。这个就是一直以来 Rolls-Royce 主打的一个东西。所以当 Rolls-Royce 从 6.6 litre V12 Twin Turbo 直接变成 No Cylinder， Not even 4 cylinder， Not even 3 cylinder， 直接是没有掉 cylinder， 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这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恰恰正好是符合了 Rolls-Royce 当初一创办的时候他们的理念，就是安静。那我们讲动力的话，它会不会因为它是一个电动车变得比之前的双门 Rolls-Royce 更加没有力？你看我之前驾的那个 6.6 litre V12 Twin Turbo 的 Black Bash Wraith它的0到100是 4.6 秒，所以它的0到100是可以做到 4.5 秒，还比那个 6.6 litre 的这个 Black Bash Wraith 快了 0.1 秒。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因为之前的 Rolls-Royce Wraith 呢， Black Bash Wraith 它是
rear wheel drive 后轮驱动，所以所有的这个引擎的动力都是透过这个 F 的8速自动变速箱传递到它的后轴。但现在这个 Spectre 呢是更加的 balance， 因为它是一个双马达的 all-wheel drive 4轮驱动系统，所以它不是什么时候都2个马达一起驱动，它有时前轮，有时后轮，有时后轮比较多，有时前轮比较多，你不用去烦，你不用去 select， 你不用去调整，它基本上它甚至都没有驾驶模式。你说像BMW 给你一大堆的什么 Experience Mode 啦、Relax Mode 啦、Quantum Mode 啦，这个 Rolls-Royce 是直接是 default 就是一个模式。那真的要讲模式的话，你就是这边有一个 B 的 button 按下去，它就是所谓的 Brake Mode。Single pedal mode, one pedal mode 可以给你一个踏板，松开踏板，它就好像在 brake， 然后当你在加速，它就会给你非常大、非常强的这个推背感。那 of course 我们讲今时今日2024、2025年，你说0到100 4.5秒，是不是像8年前、像10年前这么令人感觉到心跳加快、非常澎湃？我相信我们现实一点，其实今时今日电动车。随便一个你要做到 3.8 秒 2.9 2.8 秒，其实不是说太难的事情。但重点它是一个 Rolls-Royce， 它从一开始用 V12 的目的就不是要去跟那些超级跑车品牌去 fight 0到100，即便它可以，可是它不要这样子做。所以 Rolls-Royce 它的精髓就是我可以，但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我知道我要什么，我知道我的客户要什么，我知道我的消费者、我的潜在客户们需要的是什么。它的悬挂过滤避震系统完全是 Magic Carpet Ride， 完全在另外一个档次、另外一个等级的一台车子。你只要轻轻的加速，那坦白讲可以驾到这个 Rolls-Royce Spectre 的那个变换真的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过去对我来讲，每一次我要驾 Rolls-Royce， 我要驾Rolls-Royce Phantom、New Ghost 都好，我的第一个心理准备就是那是一具 V12 引擎。可是这是我第一次驾一个没有 V12 引擎的 Rolls-Royce， 这怎么讲？这感觉很奇怪。如果你开过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它那个 V12， 它就是让你不要感觉到它是一个 V12， 所以没有掉 V12， 你甚至觉得有分别没？反而更好能嘛？因为你会觉得那个 V12 在你的 Rolls-Royce 身上，它是一个 vibration， 它会有提供一个震动感给你，无论你做到再好。震动还是震动，你还是有12个气缸，然后你因为那个引擎的震动，你还要做更多的 stiffness， 做更多的这个 enhancement 去补足掉，去 counter 掉它的那个震动。那现在电动车就恰恰正好，你只是底部有一个700公斤的电池包，然后它也充当一个隔音棉 insulation 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加上这个非常厚的玻璃，你看。Rolls-Royce 是不是 the best car in the world？ 我觉得这绝对是毋庸置疑的。In terms of 它的驾驶舒服，整体的这个姿态整个姿势。但你说它是不是一个最好的电动车？我相信这个并不是它追求的。就像 Rolls-Royce 在它的说明会上强调的那个 tagline， 也是 Rolls-Royce First Electrica Second， 不是 Electrica First，Rolls-Royce Second。所以它必须要确保。维持着 Rolls-Royce 家族的这个 DNA， 然后我们才来谈电动的东西。195 kW DC，WLTP 530公里 ，EPA 425公里，这些东西真的是可以够用就好了。因为 Rolls-Royce 的客户相较于其他的 brand 来讲是相对非常的 niche， 所以他们去做这个客户 survey 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一个更加平均更加有更加有共识的答案，就是大家一致举手 ，OK， 我们觉得。400-500公里 ，That's good, that's enough, that's more than enough. Alright， 在小路穿行之后，我们就上来高速公路体验一下 Rolls-Royce Spectre 的高速行驶能力。Going to fast lane, say 3, 2, 1, go. Yep， 如我预期当中的，真的就是无时无刻，只要你的脚一下去，它就好像在 launch control， 在 boost 弹射起步这样子加速。它前后加起来900个 Nm 的强大四驱扭力，它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它给你的 feedback 是什么？非常非常非常的稳，因为这个车子它标配是22寸，然后我现在驾的这一台呢，就是主打的23寸，也就是 Rolls-Royce 史上第一次有一个量产车装23寸的轮胎，所以这个23寸让到你在施展900个Nm的时候，你的手不会慌，不会忙，不会乱，它一切都是这么的淡定从容，
steady 到你看 corner 130。Break。 Oh my god， 这是另外一个 level 的。OK， 我们现在出。OK， 打开 Rolls Royce Sound。OK，say 3, 2, 1, go。你说完全听不到风声是不可能的啦，你还是会听到。只是当你听到风声的时候，如果你不看你的 instrument panel， 你不看你的时速表还好，但只要你一看你的时速表，你就会哇，原来我这样快啊！但是呀，我还是觉得我们来到，如果像我8年前驾Rolls Royce的时候，我跟你讲速度加速跑快很稳，这个可能会吸引到你。可是来到今天，快稳绝对不是Rolls Royce的专利。但它真的就是这种姿态，尤其你在驾的时候，它的整个 long bonnet 非常非常的长，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 Spirit of Ecstasy 这个欢庆女神、飞翔女神来阿嘎你跟前方车子多远，给加速。你驾着180好像驾着80这样吧，真的。尤其你在你 brake 的时候有很多车你驾快，你一收的时候你会有那个感觉，它没有那个感觉，它 everything 就是 shooting 这样，很丝滑、很顺、很柔顺的东西。我们再从燃油车时代过渡或者说进化到变成纯电动 fully electric 时代，每一个汽车品牌都有自己的步伐，有些人走得比较快，有些人走得比较慢有些人姗姗来迟，有些人在那边观望，在那边等待。但不管怎样，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气候暖化的问题每个国家特别是欧盟的排放法规越来越严格有些人是2030或者2035。那对于 Rolls Royce Motor Cars 来说呢，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把2024年有 20% 的销量都来自于 BEV 纯电动车，到了2028年 70%， 2030年 100% 都是 BEV 纯电动车。那对于 Rolls Royce 来讲，不管人家走得快走得慢，至少他走在前面，这个是重点。而且他走到前面，他还可以给消费者一个马上的感觉到你是一个驾 V12的 Rolls Royce 车主，然后你再来试驾这个 Spectre，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它是不是你要的一个 Rolls Royce， 它是不是符合你心目中对于 Rolls Royce 的想法，你心目中对于 Rolls Royce 的要求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大家都讲到电动车就好像是世界末日这样子，好像就是没有掉乐趣，没有掉传统引擎。 Yes， 在一些 brand 你可能追求 lap time， 追求赛道圈数，追求lap time 过弯表现等等，这个可能是啦。可是对 Rolls 来讲，我们本来就不是强调这个东西，所以它几乎对我来讲啦，我觉得这是一个无缝接轨的过程，它可以静悄悄、无声无息的。你甚至你imagine一个人，他不知道这个是电动车，他是Rolls Royce的车主，我蒙着他的眼睛叫他坐上来，在他走2圈过后，你问他，你觉得这辆车怎样？搞不好他会觉得，怎么这个 engine 这样安静啊？他真的会给你这个感觉。所以现在，因为政府打开这个 BEV 的门到2025年12月31号，目前是还没有 extend 啦，但我们就假设它没有 extend， 你可以在2026年之前买一辆 duty free、tax free。如果你买兰高威就没有 SST， 更进一步的是真的是完全没有 tax 可是现在你买 Peninsula 也好，你基本上你也没有掉 excise duty， 没有掉 import duty。如果就以前 V12 那个排量来征税的话，哇，那个价钱你都知道啦。So， 再次感谢这个 Rolls Royce Motor Cars Kuala Lumpur 邀请我来试驾来测试这个 Rolls Royce Spectre， 在2024、2025年，它符不符合一个 Rolls Royce 的 DNA？ 100%。101% 符合一台 Rolls Royce 应该要有的样子。所以我是戴主意，写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我们看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有什么我们在留言区跟大家一起来讨论。Right, 3, 2, 1 cut。